慢着！臣未见参见太子殿下。拜见太子殿下。帝家有女子元，上承于天，私得重任，荣封太子之妃。听闻大晋太子荣冠中原，今愿以3万水师求聘，不做他项，但求太子妃之位。但求太子妃之位。但求太子妃之位。嫡子元，任安乐，有太祖遗旨为证，3万水师作聘。我不论你叫什么名字，你都是我韩烨的太子妃。子元，我让你久等了。整整1年才从梁帝升为太子妃，确实是让我久等了。太子殿下，吉时快要到了，不要耽误新人行礼。罗明熙，对不起，但我谢谢你帮我治好了眼睛。只是这一次，我的新娘子不能让给你。新娘子让不让，不是你说了算。罗明熙，殿下是要跟我抢媳妇儿吗？唉，还说我是殿下一手养大的，为了请您下山证个婚，差点把我吉时都误了。今日要成亲的不是子元？帝室苑嫔，温良恭婉，惠智贤德，今日起配与帝静言为妻。臭小子，还说我如兄如父，要成亲了不早几日告诉我？不是，我也没比您早知道多少。苑嫔，今日委屈你了，明明是你的大婚之日，我却不能提前告知于众人。能为小姐完成心愿，是苑嫔的福气；能成为小姐的亲人，更是苑嫔的福气。你这丫头，这些年在我身边，早就是我的亲人了。唉，真是不放心把小姐和苑嫔交给你们呢。这世上，也就只有你们帝家姐弟，敢骗我这个太子了。若不用这个方法，怎么能把韩烨你这头倔牛从山上骗下来？不过最开始，子元想用的方法不是骗，而是绑。叫我太子殿下。好，太子殿下，快替2位新人主婚吧。子元，以为我做到如此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可能永远不会再出现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，因为不管发生什么，知韩烨者，莫若弟子元。
子渊，洗碗备礼吧。我身为储君，这半生克己复礼，鲜有能随心而活的时刻。我这辈子最开心的，就是皇爷爷的这道赐婚圣旨。不管我们帝韩两家曾经有过怎样的隔阂，我们两个人的命运早就纠缠在了一起，分不开的。巧得很，让我心动的任安乐，便是我要守护的帝子渊。你可曾记得，在这苍山之上，我曾说过，你会陪我闯下大晋盛世。我自然是记得的。当时太子殿下可是跟我说，让我只做你的知己啊。那不算。起立。这把碧玺剑，象征着帝家尊荣，天下权势。陛下为他痴迷了大半辈子，我想把他就留在此处。殿下拿到这么久，都没有打开看看吗？权柄向来只在人心，越是想要用力握住的人，越是什么都得不到。那还是得握住你，握着储君，才能让他安心。我韩烨恳请你留在我身边，以太子妃之名，大晋常年，百姓和乐，千里同风之盛世。
十几年前，有个小丫头跟我说：“静南长丝花清雅峻丽，花开之时，声若繁星，花香十里。”那时候，我少年心性，便找人寻了些来，在东宫栽了满园，想着花开之时，给小丫头个惊喜。后来，小丫头离开了京城，我便把花种撒在了这里，想着有一日，小丫头若是回来，不会太孤单。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太子殿下，居然在这里挖坑填土，这样子真是叫人难以想象。是啊，那几年每次来种花，我都得让吉利把着门，生怕有人看见我这个堂堂太子，满手满脸都是泥巴。真想不到你为我做了这么多。我也没想到，这些年来你所经历的一切。更何况，长丝花不耐京城的寒冷干燥，这10多年来从未开过。其实，在这京城之中，我见过一次长丝花。我知道，我第一次看到长丝花苞，是在骆明旭的房间里。我亲手种过，知道有多么不容易。也是他让我更坚信，若能用心之深，定有奇迹。长丝花是为怀恋家国故土而生。长丝花最赖养护，犹如家园最耗心血。唯被用心对待，家园才值得怀恋。骆明熙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够回到靖南看一次长丝花开。可惜最后也未能实现。这几年时和随风，长丝花不光在靖南开得好，在青城也忽然盛开了。这花开得烂漫无边，想必骆明